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美股在上周五的行情当中走完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构成。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呢，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这里面有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因此呢，道指在冲高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最终呢形成了一个高开低走上影线的一个 K 线。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已经非常接近前高34712，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4次的符合江恩等位置波峰定律的一个形态。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美股已经非常确立的它的多头趋势。那么既然美股是一个持续向好的一个多头趋势，那么比特币的行情在昨天和今天周五、周六的周六、周日的这2天时间里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迹象。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目前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让比特币的价格回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均线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位置上。同时我们观察本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悟空阴线的时间点是6月5日，6月5日出现悟空阴线，然后又走了一根八戒阴线到24800，那么后面的连续3天的反弹周4、周5、周6的反弹这3根阳线呢，让八戒阴线被消灭、被剿灭掉了。那么行情重新回到了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当中，但目前仍然是反弹，没有构成反转因为相对来说，比特币的行情还是比美股弱势一些的美股已经非常接近前高这个前高指的是22年12月份的前高，但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它处在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蓝色线和红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跌破之后重新收回来就像一段感情破裂之后破镜重圆重新回到了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最大的痛点呢，就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看到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分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打到重新打到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在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5分钟级别上，它进行了反复震荡形成了一个盘整。那么焦点位在哪儿呢？焦点位在6月19日，也就是明天凌晨4点也就是说今天晚间度过之后，明天凌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因为它是一个焦点位，在这个焦点位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那么这里面的变盘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呢，是回踩我们的这个红色线，这条红色线是哪儿来的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回踩这个位置上之后呢，继续上行，最终完成一个小范围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到达目标点位27000点然后再围绕上方27000到下方26000反复的横盘震荡最终呢，在接近三角形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看到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6月5日的这个阴线悟空阴线已经被基本上修复了，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修复了，破镜重圆了还是有一些裂痕呢。这些裂痕要怎么样呢？要通过反复震荡去修复。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快速下跌之后形成1次回补、2次回补。那么本轮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不继续跌了，它是第2次回补。第1次回补呢，我们看到一刀旋进去了，这个6月5日一刀快速的下跌之后，马上进行反弹这是一个快速的修复过程。就像这个我们的手臂被拉了一个伤口之后，我们用另一只手去捂住这个伤口，立刻就止血，但还疼不疼？一定非常疼，血还在流过来之后，我们去医院继续包扎之后去缝合这个伤口，缝合完毕之后，我们这个伤口会不会马上好呢？一定不会马上好，还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还要经历吃止疼药修复养伤吃各种补品。那么这个过程呢，就会形成第2次的对前方缺口进行的回补动作回补动作。
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次回补、二次回补。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正在面临的如果这轮行情重启的话，正在面临的是一个第二次的回补过程第二次的回补过程。但一定要注意的是，$25,000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如果到达$25,000之后它的8件阴线将要复活，复活之后下方就有上升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当前行情是一个震荡行情，修复性的震荡对于多头来说在震荡过程当中，一旦遇到底边线是可以合理布局的位置那么对于空头来说，跌破之后才是可以做空的一个时机这个跌破呢，指的是跌破重要的一个支撑线。连续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反弹，原因是在21年5月份我们就看到了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在0.065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到达这个位置上往往出现一定的反弹注意看，我们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所以呢，目前以太坊的跌速相对于比特币出现了缓和，以太坊的涨速呢是快于比特币的。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 K 线当中，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以太坊正在进行一定的反弹。这里的反弹，我们看到低点的位置刚好是我画出的这个箱体中部位置。之前我们提到了以太坊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目标点位就在$1,600到$1,650这个大家听我的课，天天听我的课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那这个位置呢，刚好是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分别由悟空阴线非常复杂的8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当时我就提出了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一定要注意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它的这个位置上的反弹呢，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然后上方这个箱体的上面线$1,750构成了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是哪儿来的呢？是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这里面很多人进场，然后被扣杀下来。被扣杀下来之后，一旦出现反弹，这些资金要选择回本出逃因此呢，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行情目前通过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呢，已经进行了一个从$1,750到$1,650这样的一个大缺口的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动作完成之后，很可能做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再进行变盘方向选择。所以呢，虽然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受到美股大涨因素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以太坊跟了上来，以太坊的跌速落后于比特币，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涨速出现了一个加快但是呢，在以太坊对 USDT 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和我们 K 线吸油战法规律相对应的东西，就是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4小时上出现了一个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它又做出结构的话，一定会再打下来，反复进行纠结震荡。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1,700到169均线如果你做多头的话$1,700到$1,680这个位置上设置一定的止损，以最小的代价去博取它的利润。一旦打下来，立即止损，观察，等待，耐心这是单点操作的策略。那么分仓操作策略，比如说你是多头，一定要低倍杠杆分仓建场，慢慢建仓最终呢，我们认为6月底到7月中旬是一个比特币和以太坊行情见底的时间段。目前呢，比特币和以太坊都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在周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我们也看到了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那么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能不能走出来这个不确定因素非常大。但是对于多头来说未来2年一定是超级大牛市。如果你当前没有现货仓位，没有低倍的多单的话，那你就无法在行情当中，在这个底部的黄金坑当中有你的筹码。那么底部的筹码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位置的概念。在这个概念当中，你只能够
啊，有筹码才能够获取利润，因为回头来看，历史是无法追溯回去的。你失去的位置，比如说878点，可能是以太坊的低点，那这个点位呢，在22年6月份就产生了，但是这个点位呢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历史只能往前走。K 线呢只能往右走，往前走，向前看。K 线没有办法回头的情况下，你就找不回之前的一个低点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虽然有可能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相对于未来的巨大利润来讲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控制好仓位，找到好的位置分仓进场，就能够获得未来的利润。那么山寨币呢，普遍进入了黄金坑啊。昨天重点关注了一下 ACA， 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啊，小日线级别 ACA 已经在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突破了140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这里是指的是小日线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了一轮多头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在4小时级别上的压力位是在 0.0428 附近，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突破，并且站上 0.0428 到达0.45这个位置之后，那么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可能最终开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已经出现，并且出现了一个上影线的一个8阶阳线。这个位置的8阶阳线呢还不明显，可能是后面有一些妖怪 K 线之后8阶才能重新复活。但是我们看到啊，底部已经出现放量的一个信号啊，虽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阴线的放量信号，但这个位置的纠结程度就比较大了，证明主力庄家和散户进行了一些博弈，并且走出了一个换庄的 K 线啊。那么上方是有空间的，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140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目前距离当前的价格非常遥远啊，这也是一个均线系统的黄金坑，特别是在当前的时间啊，非常巧妙的一个618啊，已经被打折了的 ACA 出现了一定的行情。那么在悟空阳线之后，它就可能走出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我们上方的一个唐僧阳线啊。因此呢，对于这个昨天涨幅榜的一些币种呢，类似的分析大家可以做参考啊。所以呢，可以进场一些，但在进场的同时建议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购买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感谢大家，再见。